大家的敲碗，邦尼都听到了。这次我们要一次带来在同价位中许多人不断敲碗的小米10 Pro 以及 vivo X50 Pro Plus。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看看吧。这次邦尼的小米10 Pro 以及 vivo X50 Pro Plus 都是在京东购买。顺带提一下，因为近期即将有许多购物节，如果在下单后商品有降价的话，可以询问看看京东客服，商品是否符合买贵退差价的价格保护，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在外观设计上，邦尼这次两者都选择了偏向蓝灰色的版本。首先看到小米10 Pro 在机身表面采用雾面处理，触感滑顺细腻。整体来说，米10 Pro 机身握感会厚上一些，不过手感更加圆润。值得一提的是，米10 Pro 在相机模组上采用直式的排列，握持时非常容易碰触到底部镜组，在拍摄超广角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在机身配置上，按键集中在右侧，顶部跟底部拥有这次效果非常不错的双喇叭，没有 3.5mm 耳机接孔 ，SIM 卡卡槽采用双卡设计，位在机身底部。盒装配件部分，米10 Pro 支援的是50瓦有线快充，不过随附了有诚意的65瓦快充组，出厂时就已经贴好的保护贴，以及比较硬一点的透明保护壳。接着看到 vivo 的 X50 Pro Plus， 机身表面同样采用雾面处理，两者触感相近，不过 X50 Pro Plus 在成色上更像是偏蓝的铁灰色，更加沉稳一些。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X50 Pro Plus 的镜头采用阶梯式的设计，确实在第一眼的观感上更特别一些。不过可惜的是，镜头下方跟机身颜色相似的色块，在光影过渡效果上硬了点，看久了可能会比较突出一些。而在握感上 ，X50 Pro Plus 的边缘会来得更薄、更顺手一些。在机身配置上，按键同样集中在右侧，采用单喇叭，同样没有 3.5mm 耳机接孔 ，SIM 卡卡槽采用双面双卡设计，一样在机身底部。盒装配件部分 ，X50 Pro Plus 随附了支援44瓦快充的快充组以及耳机，同样有出厂时就已经贴好的保护贴以及透明保护壳。影音娱乐部分，两者都用上了曲面萤幕，镜头也都放在左上方，正面观感确实比较相近。小米10 Pro 搭载了 6.67 寸 19.5:9 Full HD Plus 三星家的 AMOLED 挖孔全萤幕，拥有9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1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峰值亮度可达1200尼特。同时，小米强调，米10 Pro 的萤幕将会校色到 Delta 1小于 1.1。而在 vivo X50 Pro Plus 这边，则是搭载了 6.56 寸 19.8:9 Full HD Plus AMOLED 挖孔全萤幕，采用12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峰值亮度可达1300尼特。以日常体验来说，在习惯了12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后，其实90赫兹跟120赫兹还是可以透过肉眼感受出差异，对于实际体验上的差异还是存在。不过小米的米 UI 在动画过渡上还是来得细腻一些，而 vivo 的120赫兹在日常使用上还是更有感一点。邦尼稍后也会提一下续航上的表现。而在显示效果上，邦尼也提供一组对比供大家参考。整体来说，两片萤幕的表现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小米10 Pro 在色彩上确实更加通透自然一些 ，vivo 这边调色则是相对鲜艳。顺带一提，两者都支援深色模式以及 Always On Display， 而在低光使用时，两只都有防闪烁模式。不过在 vivo X50 Pro Plus 这边，在低亮度下的噪点，俗称抹布感，会来得明显一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vivo 更多模式下的大面积样式，因为不容易移动位置，比较容易造成常驻烙印，大家可以依照需求选择咯。而在外放上，今年米10 Pro 采用的双喇叭，真的就是稳稳的，更不用说遇上单喇叭配置的 X50 Pro Plus， 这点真的会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也算是 X50 Pro Plus 的缺憾之一。帮你直接提供一组对比供大家参考。
最后提一下，在震动回馈上，米10 Pro 的线性马达还是更加利落，而震动也会是 X50 Pro Plus 这边的小缺憾。整体来说，在萤幕部分 ，X50 Pro Plus 的120Hz 还是感知更佳的选择。不过在外放这边，则是小米10 Pro 稳稳拿下。性能部分，两只都搭载 Snapdragon 865，帮你手上的两只都是 LPDDR5 12GB 的 RAM， 搭配 256GB 的储存空间。唯一的差别是米10 Pro 采用 UFS 3.0， 而 X50 Pro Plus 则是 UFS 3.1。同样简单跑个分，先来看小米10 Pro， 安兔兔跑分达到60.223分，简易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接着来看 X50 Pro Plus， 安兔兔跑分达到了60.9298分，简易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ismoney.com 上找到。整体来说 ，Snapdragon 865可以顺应付各种情境。而在续航上，小米10 Pro 拥有45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非常不错的17小时11分，稳稳的一天一充没有太大问题。而 X50 Pro Plus 这边则是搭载4350毫安时，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14小时46分，以120Hz来说，表现也非常不错了，一天一充也没太大问题。如果真的需要紧急回血，米10 Pro 支援50W有线快充以及30W无线快充，同时支援10W的无线电力分享。透过50W有线快充，在邦尼的0到100%充电测试中，只要大约46分就能充满。而 X50 Pro Plus 这边则是支援44W有线快充，没有无线充电真的可惜。在邦尼的0到100%充电测试中，大约1小时又1分钟就能充满。整体来说，两者速度都已经相当快了，没有太大问题。生物安全辨识部分，两者同样采用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以及图像脸部辨识的组合，两者都采用了白光的指纹辨识模组，速度都很快，邦尼就不再多说。而在通讯性能上，两者都支援 5G SA 加 NSA。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使用 5G 服务，记得对应一下频段组合，以及确认频段是否已经开通咯。两者同样有 NFC， 支援 WiFi 6。相机部分，两者镜组配置是比较相近的。小米10 Pro 由上到下分别是 f2.0 800万画素、94mm 望远镜头，支援 OIS， 可以进行10倍混合变焦。再来是 f2.0 1200万画素2倍光学人像镜头，接着是 f1.69 1亿800万画素主镜头，采用三星1.33寸 HMX 感光元件，支援 OIS。最后这颗是 f2.2 2000万画素117度超广角镜头。vivo X50 Pro Plus 由上到下分别是 f1.85 5000万画素主镜头，采用三星1.3寸 GN1 感光元件，支援 OIS。接着左边这颗是 f2.2 1300万画素120度超广角，结合 2.5公分微距镜头。右边这颗是 f2.08 3200万画素2倍光学人像镜头。最下方的是 f3.0 1300万画素5倍光学潜望式镜头，支援 OIS， 最高支援60倍数位变焦。接着我们直接来看样张。首先看到日拍，整体来说，两只调教方向其实明显不同。小米这边在调色上更加真实自然一些，不过在白平衡上也比较容易有偏红的状况发生，而 vivo 则是更浓烈一些的鲜艳调色，整体白平衡偏暖。接下来这组样张可以明显看到 vivo X50 Pro Plus 还是继承下了 vivo 非常激进的 HDR 调教，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讨好眼球的调教风格。同时 X50 Pro Plus 主镜头也是比米10 Pro 更广一些，不过放大来看细节，可以看到小米10 Pro 明显在细节保留优势非常多。接着来看超广角，调教风格跟主镜头差异不大，直接放大来看细节，可以看到米10 Pro 在细节保留上依旧稳稳强压 X50 Pro Plus。接下来几组样张基本都可以得到一致结果，帮你以下也提供更多样张。再来是变焦部分，两者镜组配置还是比较接近。首先来看2倍，同样的米10 Pro 在 HDR 上相对偏弱一点，
但细节保留，米10 Pro 依旧好上一些。接着来看5倍，最后来看10倍。没错 ，vivo 的5倍光学潜望式镜头在高倍率之下还是更优势。夜拍部分，两者都有夜景模式，不过米10 Pro 的超广角不支援夜景模式，效果如何？等一下邦尼也会提供2张。而 X50 Pro Plus 在低光场景中，夜景采用的是主镜头进行拍摄，所以在拍摄时也会比较晃一些。先来看样张。整体来说 ，vivo X50 Pro Plus HDR 表现还是比较优势一些，不过两者都采用三星的大感光元件，在夜拍中的纯净度表现都不差。而细节保留上，则是在不同场景下各有优势。值得一提的是，邦尼认为小米10 Pro 的自动 HDR 在夜拍模式中触发的算法存在一定的修正空间，原因是有许多应该透过 HDR 抑制的高光，常会因为 HDR 不启动而造成画面爆掉，需要调整观景窗位置，让米10 Pro 感测到更大面积的高光，才会启动 HDR。邦尼推荐入手米10 Pro 的使用者，记得随手看一下拍完后的结果，选择是否手动启动 HDR， 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启动后的高光抑制表现其实不差。但即使启动了 HDR， 超广角在效果上还是稍微偏弱，可以看到在高光抑制上，米10 Pro 会比较无力一些。可以从画面上看到，不支援超广角夜景模式的米10 Pro 在超广角部分确实无力一点。邦尼也提供一组极低光源下的样张。简单来说，两只都还是有着三星加大感光元件的优势，让黑夜变白天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而在超广角上，米10 Pro 不支援夜景，在极低光源下的表现，邦尼就不多说了。录影部分，两只都支援最高 8K 录影，邦尼以下也提供一组 4K 30fps 的录影样片。最后提供一组超级防守阵的样片供大家参考。整体来说，这两只机器的许多亮点跟不足，大多是互补的。在影音娱乐上，米10 Pro 虽然采用的是90赫兹萤幕，不过在双喇叭上取得了绝对优势。而 vivo X50 Pro Plus 120赫兹的萤幕感知的确更强，只是单喇叭也是明显可惜的地方。性能上差异不大，续航跟快充的表现其实都已经非常不错。不过 X50 Pro Plus 没有无线充电，还是可惜一些。相机表现也是在日夜拍各有优势。整体而言，两只的差异都蛮明确的，可以透过邦尼的对比，依照自己所需进行选择啦。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